Hello，大家好。之前圣诞节呢，我有3个星期的假，所以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做，就开始重新看哈佛公开课。我知道哈佛公开课呢有2门特别的受欢迎，一门呢就是幸福课。老师呢是叫这个名字，我写在这里，我怕自己读不好，读错了。还有一门呢，就是 Michael Sandel 的公正课。那我现在重新开始看的呢是公正课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，而且内容呢也很吸引人。之前因为我想要学习英文，所以看过一些，但是都没有看完。那这一次呢，也算是重新把之前没有看完的课，我想要把它看完了。本来去上课呢是想解决一些人生的困惑，是想去寻找答案，但是没想到当我看完4节课以后呢，发现就是上课的内容呢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惑，让我有更多的问题要去思考。那不知道等我看完所有的课程之后会不会找到答案？但是也许有很多哲学问题，它原本就没有答案。那我是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了中文和英文字幕的视频。那这个视频呢，一共有11个小时多，然后呢，一共分为12节课。那如果你们感兴趣想要看的话呢，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 description 里面。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内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里面有很多问题呢，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去探讨的。另外呢，我觉得上课的老师也真的是非常的棒。一个好的老师呢，就是去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，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用中文讲里面2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。那正好也想问问你们的看法。那如果是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第一个案例呢是这样的，你是一个有轨电车的司机，你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发现你的电车的刹车坏了，同时你也发现在你行驶的轨道上面呢，在你行驶的轨道的前面有5个工人正在工作。那你非常清楚地知道，如果你的电车继续行驶，那这5个工人一定会被撞死。这时候呢，你发现你可以转弯，就是把你的电车开到另外一条轨道上面。但是在另外一条轨道上面呢，有1个工人在那里工作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不会选择转弯呢？或者换一个问题，你会用1个人的生命去换那5个人的生命吗？当老师在课堂上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的同学都说他们会选择转弯，也就是说他们会选择用1个人的生命去交换那5个人的生命。我当时在听课的时候呢，我也选择会转弯，因为当时我是觉得5个人的生命价值要大于1个人的生命价值，所以呢我会用1个人的生命去交换那5个人的生命，这样子。下面来说第2个案例。在第2个案例中，老师把场景稍微改变了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不再是那个电车的司机，你是一个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。
你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在你的下面就是有一辆电车正在行驶，你知道电车的刹车坏了，你也知道在电车的轨道上面有5个工人在施工，如果电车继续行驶，那5个工人就会死。这个时候你发现桥上面，就是你的旁边有一个胖子也在那里看风景。你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只要你把那个胖子推下去，那个胖子会正好摔在电车的前面，电车就会停下来，从而你也挽救了那5个工人的生命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选择把胖子推下去吗？或者说你会选择把胖子推下去，去救那5个工人的命吗？在课堂上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，有许多同学，可以说有90%的同学都选择不会，我也选择不会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作何选择。后来呢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其实我觉得，每个人呢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。那你又怎么能说，哪个生命更有价值呢？可能有些人会说，5个人的生命价值高于1个人的生命价值。那这个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呢？或者说这个价值应该如何定义呢？又比如说，如果你知道那一个人是乔布斯，或者那一个人是甘地，又或者那一个人是爱因斯坦，或者是莫内等等。那么你们都知道我刚才提出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对我们的社会都具有极大的贡献，极大的价值。那如果那一个人是他们，你还会选择牺牲这一个人去救另外5个非常平凡的人呢？你还会这样选择吗？在说到第一个案例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消防员去救火救人的时候，他们也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挽救大部分人的生命。这可能就意味着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，他们可能会放弃小部分人的生命。那举个例子，如果一幢大楼着火了，在一个窗口呢，有5个人在等待救援，在另外一个窗口只有1个人在等待救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救生梯一定是先伸向那有5个人的窗口，也就是说，消防员一定会选择先救那5个人，然后如果有时间再去救另外1个人。其实这个原则呢，就跟第一个案例里面大部分人的选择是差不多的。总之，这个视频呢，我看了1/5，然后我发现我的脑子里有非常多的疑问没有解答，没有找到答案。那我只能在我有空的时候继续把这个视频看完，希望可以找到答案。那我非常欢迎，如果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给我留言，并且告诉我你们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